乔医生，季主任在吗？在急诊室。来。小杨呢？乔主任还有个手术，马上过来，咱们可以先聊着。按照您的要求，我们格木呢已经跟周静文主任解除了聘用合同。今天请您来，主要是还是要聊一聊这个赔偿的事情。乔杨没有跟你们说吗？之前说好了。许小姐，我们非常清楚哈，就是这个价钱不管多少，我们都弥补不了给您的身体造成的伤害。我们一定会尽自己所能来赔偿您，但就这个价钱，我就知道会这样。我来的时候呢，已经发过动态了，我的粉丝们都等着。哎，许小姐，咱们聊归聊，这直播就不好了吧？你信不信我把你也播出去啊？曹主任，徐女士，不好意思来晚了啊。哟，你终于出现了。嘴上说着诚意诚意，以前说的事情，一到掏钱的时候全当放屁了是吧？秦总，现在不是你给我3000万让我离开你儿子，不是这回事儿。现在是我瞎了只眼睛，你觉得我找你要3000万多吗？别撒谎了，徐女士，今天你1分钱也拿不走的。我前天看了你的直播，你的粉丝真不少啊，但是很有意思啊，你那些粉丝问你的问题，你都回答了，但只有一个问题你避而不答。你能不能跟我说说，你12月份到1月份的时候，你为什么突然停了直播？你去哪儿了？粉丝们不都说了吗？我谈恋爱去了呀，不行吗？你等等啊，门关了，人全跑了。你看这个人是不是你？最可恶的是把我微信拉黑了，给他们打电话没有一个人接，我的右眼彻底被他们整失明了。来看一下，这个是医院给我开的单子，诊断证明我右眼彻底看不见了。我怎么生活呀？我得花多少钱治啊？像我们这样穷人该怎么办啊？太可恶了！这家医院，你们赶紧曝光一下，赶紧的曝光一下啊！太不靠谱。这就是12月初的新闻，偏偏你就是在12月份停了直播。我要没猜错的话，你就那时候因为注射造成了眼睛出事故吧？真会编故事，这么厚的马赛克，声音都变形了也能赖在我头上，是吗？你们不想赔偿就直接说啊，用不着这样泼我脏水，也不用废话了，法庭见吧。12月20号，3院眼科主任严谨，特需门诊16号，患者许愿。那个时候，你的眼睛已经接近失明了吧？你要查眼科的档案？从去年12月到上个月这个时间段，患者叫许愿，女的，20多岁吧。这不合规，你知道吧？你就帮我看看有没有这个人。你不是打针出事了吧？盼我点好的啊！很遗憾，当时给你注射的那个黑诊所已经跑路了，你四处维权了1个多月，最后绝望了。于是想到要找一个冤大头来替自己的眼睛买单，这个冤大头就是周静文。徐女士，3000万，敲诈勒索的话，算是金额特别巨大。这要是坐牢的话，至少10年起吧。什么事儿非得在这儿说呀？啊，搞得跟特务接头一样。许愿的事，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我问过严主任了，许愿的眼睛还是有救的，就治疗时间比较长，大概2、3年吧，就看他自己愿不愿意。明白。人员管理、采买设备大大小小事情都在这了，这可是医院的核心机密。我把我的钢琴交给你了。这可是你自己交给我的啊！你的钢琴我可随便弹，我最擅长乱弹琴。
我已经跟武教授说了你的情况了，把挂号单直接找到就行。为什么要帮我？你早知道你的眼睛可以治疗，只是时间比较久，费用比较高。像你这样子不上不下的小网红，费用是个问题，额一笔应该是最快的解决方式。是不是有人叫你这么做？来找你之前，我去过一趟交爱，他们那儿好像有个人很了解我的情况，强烈推荐我来找你，跟我说格木是很好的医院，很在乎名誉的。一旦有了医患纠纷，向来对患者是最慷慨、最舍得花真金白银进行赔付的。我刚开始还不太明白他什么意思，他就冲我笑了笑，让我回家多琢磨。后来我回到家，忽然回过神儿来了，我明白他想干什么，我就思来想去，想了好几天，给自己找了个借口。我也是受害者，我正好也缺钱，所以脑子一热就……对不起啊。你说的这个人是不是李总？我是去年年初才开始直播的，那个时候平台上还没什么主播呢，所以我尝到了点甜头，就把工作辞了。结果今年来了这么多明星都在直播，其实对于我们这种腰部主播来说还挺艰难的。明天会发生什么，现在还不知道呢。我说这些不是在为了给你卖惨啊，周医生，因为我当时眼睛出了情况，我整个人都慌了。我现在真诚的跟你道歉，对不起。要真的觉得对不起，那我们就来谈谈合作。就算是腰部主播，不也有点粉丝吗？杜月呢，是我们最重量级的嘉宾，他只要来，肯定是 C 位坐最中间。在民营医院里呢，焦爱毫无疑问也是打头的。我们这次来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，就是敲定一下您的时间。哦，我的时间。除医生之外，市场运营、投资人、上游生产商，都是咱们这个行业的重要环节。我们这次融川国际医疗美容大会有一个目标，就是希望向大家展示一下咱们这个行业的全生态图景。您是市场运营的专家，我们当然希望您来分享一些干货了。哎呦，我可没有什么干货能分享，我能分享的都是血淋淋的教训。那到时候我可囫囵了。囫囵好啊，我们这个行业就是这样嘛，越真实越能感染人。方便加您个微信吗？啊，当然当然。你说这个峰会是下个月底？没错。那格木他们谁会去？您是有什么顾虑吗？没有没有，随便问问。我扫你，你扫我呀。哎，我扫您。哎，这什么意思呀？你当初怎么跟我们说的？教爱跟格木不是一个量级的，在这儿发展怎么地？结果呢？医生一点话语权都没有，我就是被你骗了。你是不是跟李启谈好了条件？我们仨是不是你升职加薪的砝码呀？李总的办公室门没锁，您可以自己去谈，我没拦你吧？再说了，腿长在你身上，你不满意了可以走啊。你说的轻巧，违约金那么高，这钱你给我出呀？姐姐，决定是你自己做的，合同也是你自己签的，高工资也是进你自己腰包了。你现在一甩手不想干了，这违约金凭什么赖上我呀？教爱这些项目，什么芭比美颜套餐、一夜回春套餐，明明都不是适应症，就是为了赚钱，还把不相干的套餐都绑在一块儿，你难道看不出来吗？你来骂我图什么呢？不就是为了显得自己高尚吗？对，你有良心，我没有，我就想赚钱。满意了。魏小溪，你是医生，为了赚钱，你连底线都不要了，我真看不起你。
生，我已经预约好儿修复手术了，在科目。我没告诉他们是你让我去的，谢谢你当时拦住我。要是继续做手术，我可能脸都毁了。你是个好医生。升级版佛头呢，这个月到不了了。我发群里了。这意思就是说无限期的延期呗？这个不行的，我那好几个 VIP 的时间老早就定好了，哎呀，我怎么跟人家解释啊？咱们年前压了尾款，年后又碰到了许愿的事情，人家怕咱们回款不稳定，不愿意给供货。最麻烦的是，我联系了耗材器械那边，供应商给的说法都一样，产品不确定什么时候能提供。哎呀，专挑我们进货的时候下手，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啊！对格木的供货商这么熟悉，想都不用想，发消息那个人肯定是那个人。哎，你们都在？咱们那个慕斯线和服帖不上个月就订货了吗？怎么还没到啊？我光看了一下库存，你现在这个消耗量，下个礼拜要补不上的话，咱们手术都得停了呀。不是，这商量这事儿，是这，咱们几个分头找供应商谈呢，争取在这1个星期内把它解决了。就为了这么点小风浪，周静文居然就离开格木。之前那么多大风大浪的也没事，你就说老秦老唐，格木任何人离开我都信，唯独周静文。哎呀，实在是想不通啊！有什么想不通的？你说周静文对格木什么情感？那绝对是真爱呀！格木是他的心血，和自己的孩子没有什么区别。所以说呀，女人为了真爱，可以付出自己的任何东西。我就非常能理解他。可惜你们这些男人，永远都不懂。这不聊工作的事儿吗？你怎么又扯到男人了呀？也是，人家现在就是丢车保帅，避避风头。乔丹那么伟大，人家还2次退役，2次复出呢。我们现在貌似占上风，都是资金优势。要是论实力，焦爱比格木差得远。我怎么不觉得？你这个评价太不客观了吧？不能产出效益的实力，那也能算实力吗？打价格战一时可以，往长久做还得是质量。我担心的是人家一直细水长流的口碑，到时候冲击的还是我们。你在我心中，你一直是个女中豪杰，现在怎么婆婆妈妈的，胆子越来越小了呀？我胆小？我倒是有一个大胆的计划，你敢玩吗？老董和楚老那儿也都没谈好。谢三类水光针的出货价格比之前高了15%。那个刘总算是让我见识生意人的嘴脸，涨价涨得离谱，居然还理直气壮。你们医生啊，平时对针剂、耗材这些出货成本不敏感。其实供货商那边一直想要提高价格，但定价权呢又掌握在上游这几个大厂手里。这次焦爱背靠资本打价格战，提高价钱拿产品，供货商当然求之不得。他们拼命抬高成本，最后其他医院扛不住了，焦爱就实现了实时垄断，对吧？最糟糕的是，李启在焦爱那边，他对咱们的运营成本一清二楚。现在就是咱们在明处，他们在暗处，要狙击咱们轻而易举。再多问2家吧，实在不行，只能按照现在这个价格硬扛。辛苦了。哎，对了，乔主任，
有一件事情我一直很好奇。你说，你说你这么一个一门心思只想做手术的大夫，静雯走之前为什么会把医部这块交给你？你居然还答应了？这有什么好惊讶的？医务处理不好，我也没法开展手术啊。那你现在一直在做着静雯之前在做的事情，你有没有对她理解多一点？那你俩现在分开了，你对他有没有理解多？金总，乔主任。你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么神神秘秘的？哎呀，暖房礼物嘛，你说好久没见到星空了吗？让你足不出户，在家露营。哎，对，我买的是星空灯啊。星空灯，这个看起来是挂舞厅的吧？一指没错呀，是不是给我发货发错了？你先放回去，我把它退一下。哎，别退了，没事儿。我现在反正呢也足不出户，在家蹦迪，可能比露营更适合我哈。蹦迪，不像你的人设啊。什么人设啊？我现在最不缺就是时间，我可以好好享受生活了。多吃点，我今天点了很多都你爱吃的菜啊，还有鸭舌呢。你看，都是你爱吃的，对吧？好久没看你这么轻松自在了。啊？我今天这个微信步数在你这儿应该能排第一了吧？我看看，没啊，第一是乔洋，你第二。哎，你们才差几十步，你们两个去哪了？哎，还不是供货上那些破事儿。焦爱这么一闹，他们好集体吵架。哎呀，像这个做股东可以足不出户，还真爽。这个就是我向往的人设。累死我们这些跑腿的是吧？哎，你们股东也不能太轻松了吧？赶紧啊，锦囊妙计拿出来。锦囊妙计啊！反正这个焦爱呢，他就是想要搞垮我们一家独大，受打击的也不止我们一家，想要扛得住啊，要联合其他的这些医美机构，我们大家都得各退一步，来定一个中间的价格。找一个供应商做突破口。加洛威吧，上个月我才去参加马总女儿的婚礼，回头我给她发讯息啊。哎，下个礼拜行业峰会就让他们赞助了，要不你跟我一块儿去吧，当面跟他们谈。我就不用去了，你去就好了。乔洋还说想让你去呢。哦，我算是看出来了，关键时候，你还是更信任乔洋，多过信任我。有吗？许愿那个视频你是不是只发给乔洋没发给我？哎呀，发给你干嘛？不就怕你为难吗？你说我们医院有可能主动起诉裘美哲吗？反正你是股东，你说什么都对，你开心就好。行，开心。老秦啊，你们提出那个方案，我们几个商量了一下，确实是最好的办法。哎，太好了！今天正好跟那个加洛威的人约了，得好好聊一下，争取把这个事情给敲定。能敲定最好了。哎，不过怎么了？江湖传闻说你们俩跟格木都已经……您这是要当面八卦呀？都已经分道扬镳了是吧？嗨呀，都这么传，其实啊，我也不信。您当然可以信啊。不是有句话叫做远香近臭吗？说两个人在一起没得聊，等到一分开就特别有默契，是不是啊，秦总？反正流程你们都了解了啊。对，我可能顾不上你们先坐。啊，好，没问题。你在这儿，来，乔主任来了，你这么早？有一会儿了。找啥呢？你说找啥呢？岳小七来了，没看着。乔主任，漂亮啊！谢主任，帅啊！可以啊。
为了今天主持减肥半个月吧？后悔了吧？哎，子由，哎，峰哥，我昨天看你发朋友圈，那个树袋熊公园在哪儿？我想带我们家小牛去看看。麓湖公园你知道吗？就可以玩皮划艇那公园。哦，知道。哎，下次你带你家小牛，我带大蛋，咱一块儿去。可以啊。哎，但是我这周末准备带大蛋去看那个夜观萤火虫，你有兴趣没有？可以啊，你发我位置。好，我给你发个链接。小牛肯定喜欢。我上次带大蛋去的时候，哇，都抓了一只独角大仙那么大。是吧？我给你找，我还拍照片了。小牛肯定喜欢。哎，聊啥呢？男人之间的话题，父亲之间的交流。哎，季主任，这儿季主任。好。哎，你们两个先聊，我去招呼招呼。好。招呼联系啊。好嘞啊。男人之间的话题现在变得这么有趣了。你不懂。感人啊！什么时候爸爸们都像你俩这么热爱孩子，那社会的人口生育率绝对会大幅度提高。学着点，明姐。你别总说他这不正找小溪呢吗？嘿。这么快就拿下加洛威了？谈到多少？6%？格木还是得靠你啊！除了发言之后，我看就换你了。你要分享的主题是行业乱象，我还挺好奇的。我不像你们有专业背景，可以讲案例、讲创新。我唯一能分享的，就是这20多年见到的真人真事儿。你猜我准备讲哪个故事？我倒是有一个大胆的计划，你敢玩吗？周静文给裘美哲打奥美定这件事儿，基本没人知道了。我们两个一起共事这么多年，几乎也是避而不谈。因为我知道这件事儿，不管是对他还是对我，都是一个最沉重的教训。但是如果有必要，我愿意在合适的时机里和大家分享这个故事。裘美哲最在乎的就是医生的口碑。如果这个分享可以帮到焦癌，其实我们这次做的这个换半脸的手术啊，在手术台上我们还是遇到一些困难的，包括血管的缝合呀、神经方面的对接啊，还有在术中这个大出血的问题。当然，这都是一些技术方面的问题。今天在这里，我想着重谈一下心理方面的问题，就是如何对患者心理进行关注和疏导。季主任，这个手术咱们都参加了。这个手术完了以后，这患者第一要求就是请给我一面镜子。他为什么要这个镜子呢？他就是想知道术后的我这张脸还是不是以前的我。这牵扯到一个心理问题，就是我们每个个体对自己身份的认同，外部的形象的占比是非常大的。我就拿我举个例子吧。有一天，我早晨起来刷牙、洗脸、抬头照镜子，突然发现镜中的我这张脸是季主任的这张脸。有一天我发现我自己的这个躯干不是我的躯干，那是要疯掉的。所以我认为啊，这个手术和心理的辅导应该同步进行。有时我甚至认为都要先于手术。非常感谢裘老师给我们带来干货满满的分享啊，很精彩也很幽默。接下来呢，咱们先休息10分钟，之后是焦爱的李总给我们带来他的分享。休息，老爷子还是老爷子。咖啡，你喝什么？跟你一起去。走。哎，陈大夫，咱们加个微信吧。啊，好。方便以后学习交流。
最近怎么样啊？挺好的。我还是挺担心你的，你在郊外能适应得了吗？你还是先担心下格木吧。格木怎么了？我之前在山院时候就跟他们说了，关于心理轮回，这是一定要阻止。岳父，帮我个忙。又要干嘛？哎，就交给我了，你放心。行，我不跟你说了啊，回去。前不久，我有一个医生朋友给我分享了一个笑话。他说他们诊所来了一个姑娘，之前打过胸，现在想取出来。我这个医生朋友就说：“朝阳不是下一趴。如果你没有发炎、没有坏死这种情况，其实也可以不取。”这个姑娘说：“不行，医生必须取，因为她在流。现在我的胸在肚子上。”这医生朋友检查了一下，说还真得手术，并且这个手术也不小，因为您还有一部分胸在肋条上。我现在分享这像一个故事，我看大家都在笑，但对求美者而言，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故。李总分享的这个故事也让我想起了一段陈年往事。虽然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很多年了，但是最近我才了解到了事实的全貌。大家应该都还记得，2006年的时候，咱们行业发生过一件大事儿，奥美定正式被国家药监局全面禁止。但是因为成本低廉，屡禁不止，市场上甚至出现了大量披着玻尿酸外衣的奥美定针剂。乔主任，你说到这个假玻尿酸，我印象深刻。我记得当时市场真假混杂，很多诊所花高价，结果上当受骗，进了一批伪劣产品。如果医生给患者注射这样的产品，后果非常严重。您说的太对了，我就认识这样的医生，而且巧了，今天他也在场。这要给你打高血量，差点射残了他。曹主任，你这说的我越来越好奇了。其实我们业内都了解啊，我们乔主任这个发言风格向来是雷厉风行啊，有话直说的。每次给他主持，我这小心脏都扑通扑通的啊。我们讨论事情呢，还是点到为止就好啊，我们不要提到具体的某个人，好吗，小杨？戚主任，你别紧张，我说的不是你。说来话长，我和这个人曾经是大学同学，也是最要好的朋友。但因为这件事情，我们形同陌路。我甚至一度觉得，我们俩之间的怨恨，可能这一辈子都无法化解。谁知道命运在10几年后，又把我们俩牵扯到了一起。过去这1年，我们共同协作，完成了好几例高风险的修复手术，也一起救过人。多有意思，命运再次把我们从敌人变成了战友。我也因此更加了解这个人。负责任地说，他是个好医生。虽然我至今不喜欢他，但必须得承认，他也是个好人。我一直希望好人有好报。所以也希望有个合适的契机，他能够说出过往的事实真相，放下自己心里纠结了多年的那些痛苦，专心的、纯粹的做一个好医生。
乔主任，那您说的这个人到底是谁呀？是我。把这位周医生。没事儿。这件事情放在我心里10多年，终于有机会说出来。谢谢乔主任，让我有这个机会在这边跟大家说明。15年前我还是个研究生，不知天高地厚，学了一些皮毛，就偷偷在诊所给同学打针。那个时候我还不会分辨什么是奥美定，什么是玻尿酸，我还以为那些针剂是因为批次的不同，所以长得不一样。后来才知道，原来假的玻尿酸它的针头是粗的。经过这次事件，我更知道，当时那个诊所的老板，他跟我一样，都是受害者。你不能走，你必须给我说清楚，给我说清楚！针给你了，你也用了，现在来给我说有问题，早干嘛去了？滚！你干什么啊？给了你那么多钱买针，你敢坑我？而我呢，因为这个事件也改变了我的一生，我被学校退学了。但是这是罪有应得，没话可说。经过这么多年，我终于可以把我这颗大石头给放下来。我现在说出来舒服多了，还是谢谢乔主任。在这里，我要跟所有奥美定的受害者说声对不起。我真的非常非常敬佩周主任的勇气。将心比心，如果我是一个医生，我没有胆量说出来，因为一旦说出来，社会大众很难原谅我，也很难再在医疗圈立足，个人的名誉受损不说，还会连累到医院。周主任，我倒是觉得吧，一个医生有勇气直面自己过往的错误，这是非常可贵的。这不是更证明他就是个好医生吗？不好意思，我再补充一下啊，奥美定是一个非常恶劣的社会事件，犯错的不止我一个，还有数以万计的受害者。我们要正视这个问题，更要帮助那些奥美定的受害者。正好借着这个机会，我要宣布一项公益活动——星光计划。我会联合所有的志愿者医生协助我，帮助这些奥美定的受害者来修复他们，而且只要找到我，这所有的修复都是无偿的。在这里，我宣布，今天这个星光计划就启动了。大家都是行内的人，你们可以用最严格的眼光来看我有没有认真做事。当然，如果有志愿者愿意加入我们的行列，我非常欢迎。你怎么净吃这些垃圾食物啊？我也爱吃牛排啊，我刚怎么没看见这？多吃点啊！好好的冒出了一个星星计划，我该不会是被你利用了？是星光计划，不是星星计划。我计划挺久的啦，是现在离开格木有时间，正好有资金加入，再隔7、8天，我就有第一台手术了。门神干大事儿是吧？不过你刚刚在台下那戏真挺过的。
欢迎各位同行监督指导，我都差点笑场了。不用各位同行，我就会一直盯着你。欢迎啊！你刚刚在台上的戏也挺足的啊，哎，我看到你一开口，那个心都揪在一块儿，吓死人！你有看到李琦的反应吗？哼，我一直没跟你说，当年我在的那个诊所，就是李琦开的。也就是说，巧慧的事跟他也有关系，或多或少吧。所有想不通的都想明白了。那你刚才不在台上说，他和你一样都是受害者，那他为什么要拿这事儿要挟你？我哪知道，只能说道不同不相为谋吧。我才要问你，你怎么知道李启要说什么？掐着饭。纸条是你写的吧？什么纸条？别装了，几个医生的自己像你那么工整？看你这身行头，小海待遇应该不错啊。是，焦爱对我确实不错，客户多，挣的也多，我在那边挺受重视的。毕竟我曾经是您的徒弟。那你自己开心吗？师傅，其实我从一开始就知道，我和您不一样。在革命的这批年轻人里，我算最努力的，您不否认吧？但是在专业上，您轻轻松松看一眼就能懂的事儿，我就要琢磨很久。我们的时代不一样了，我的目标很简单。早点出名，有很多的客人，在这座城市里，起码有一套属于我自己的房子吧。但这些对于您来说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目标，对于我们这代年轻人来说有多难，您能理解吗？我能理解。所以去郊爱几乎是我唯一的选择。我知道您对我很失望，抱歉。既然是你自己的选择，你就没必要跟我抱歉。再说选择也是会变化的，哪天你干得不开心了，随时欢迎回来。
是用这个电凝才有可能腔隙闭合，在这一块。不好意思，稍等我一下啊。怎么了？我在面诊。谁？他怎么找到你的？去医院了，还带着俩老太太说了个邻居，说开医院的想去看风湿，去了之后发现咱们是整形医院。那你干嘛把他带回家呢？有些情况我跟你说一下。你妈妈之前身体怎么样？你怎么这么问？能吃，能喝，看着精神不错，但是我是觉得这里可能有点问题。他装的，你看不出来吗？啊？静雯，我知道你跟你妈关系不好，毕竟老太太这么大岁数。啊，你还没吃饭呢吗？我给你做饭吧。啊？周凯，到这个地址来，把你妈接走。哎，不用，我自己开车回去。啊？你什么时候结的婚呢？怎么不告诉我呀？这是你男人呐！你看我都穿成这样。哎，这个。哦。结婚礼物啊！你能不能别闹啊？啊？你什么时候生孩子呀？我给你带，我有经验呢。你这小宝宝，什么时候生孩子呀？我给你带。你说够了没啊？我从小到大你带过我吗？怎么样？现在来这边叫我做一个孝顺女儿，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那不可能。你在这边等着，叫周凯来把你接走。静雯，哎，你瞎跑什么呀？我这帮保安还专门过来接你。你好，我姓秦，我是那个静雯的朋友，方不方便借一步说话？来。阿姨这精神状态是不是有点？你带没带她检查过啊？她一直都这样。往后。冲！怎么每次学校有事儿都是找我？你不是他家长啊？我去不了，我下午还有手术呢。你想想办法不行啊？哎，辣油呢？哦，气糊涂。嘿，果然是麻辣烫。我再走到那头就闻到味儿。干嘛？你没手术啊？下午就剩1台了。我尝一口啊！哎呦，乔大专家，哎，要吃就做正经点，来，做好了吃，全是你的。你不吃？吃，还行吧？嗯，帮我一忙呗。哎呀，值，一定值。哎，是这样。我闺女啊，学校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演出，希望家长参加。我好几次都没去了，这次不能不去了。我下午呢还有一台抽脂，量特别小，你能帮我一下啊？你帮我做了呗。我就下午2点那台隆胸，那你给他安排4点吧。下午4点，局气。来，家不错哎，加点辣油。呀，哇，怎么回事？赶紧的，拿对新的来。好的。那，你去通知一下钟顺华，就是孟大夫的那个病人，他那个手术可能要往后推1小时。哦，好。那半个小时就够了。半个小时是不是有点赶呀？我们这边半个小时才刚做完呀。呀，你啰嗦啥呀？赶紧的。不是，你记得给钟顺华补点液啊。啊，行。这样啊？对，实在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们主任今天也连轴转1天了，现在为了能连上您这个手术啊，休息时间都放弃了，所以希望您能够谅解一下。
对，理解理解。那您不是没吃饭吗？我先让护士给您补点液体。谢谢啊。好，没事，那您先休息。不是你能不能先听我说？你就给我一句准话吧。我婚礼你到底来还是不来？那我妈肯定来啊，我的重要时刻她从来没缺席过。你是不是想问阿泽来不来？我就这么跟你说吧，我妈现在跟阿泽是连体人，我妈在，阿泽肯定就在。行，随便你吧。挂了。婚礼我爸来，带着小王阿姨一起。哎呀，你也真是的，让他来就行了呗，还让他把小王带上。我们离婚才几年呀？让台下框上那些中高层领导看见，有多尴尬呀！不是你都带阿泽来了，我爸为什么不能带小王来啊？哎，我带你心里不就是这么想的吗？他离婚了，找了个年轻的，有什么了不起？你又不是找不到。再说了，你们真的要是面对面 PK 的话，我赌阿泽赢面比较大。真的？那可不，阿泽这对你好不好，有没有本事咱另说啊。光说这形象还是说得过去的。我爸要是第一次见，在心理上受到一定的震撼，也是非常正常的。净瞎说！我看上阿泽可不是为这些，他对我还是挺上心的。哎，你给阿泽打个电话，问他在哪呢？也不知道怎么搞的，手机总是没信号。这家伙跑哪儿去了？小雪，给我找点巧克力。秦总，今天手术假体破了，新进这批货是不是该检查一下？主任，你给。行。主任，我点了外卖，你随便我来不及了，吃点呗。你们吃吧。哎，主任，腰封。曼曼，咱们医院假体破裂这种情况常见吗？一般10个里面能有1个吧。哎，最近好像换供应商了。别给我废话！你在哪儿呢？我妈今天手术，你不知道啊？麻醉之前一直在问你，打了800个电话你也不接。等会儿，大夫，我妈手术顺利吗？您是钟胜华的女儿。哦，很顺利，一共抽了2000毫升。哦，束生衣要穿满3个月啊。拆线第2天再洗澡，有酸痛啊、肿胀都是正常的。尤其是睡觉的时候，让她怎么舒服怎么来，好吧？不要保持一个姿势，要不然会得褥疮。好，谢谢医生。你这个，不好意思，我马上收拾。喂，你还有心情郊区自驾野游啊？来什么来啊？手术都结束你还来？哎呀，该死！喂，你好，是曼曼吧？是乔主任。那个13床的钟胜华情况怎么样？我5分钟前刚去看过，现在一切正常。哦，行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那今天晚上能不能辛苦你每隔2小时去看他一次？没问题。主任，您是有什么担心吗？没什么担心，反正就辛苦你了啊。好嘞。你看这张，好看。
不行，这张我太胖了。哎呀，好着呢，我女儿怎么都好看。若，阿泽是不是跟你说他今天晚上不来了？明明跟我说好的，我手术来陪我的。哦，他跟我说了，他那边不是塌方了吗？路断了也出不来，今天刚修好，到市里怎么也晚上了吧，所以他就不过来了。塌方？我说真的假的？那他没事吧？活蹦乱跳好着呢。哦，妈，我怎么听怎么觉得他压根不想过来陪你啊？哎呀，别胡说。医生说了，我这手术也没什么大碍，他不想来就算了，只要婚礼那天来就行。那你跟他说啊？我觉得他那点小心思，行了行了，别说了，我心里有数。你饿不饿？白天就没吃，吃点吧。哎呀，没胃口。哎呀，怎么了？又疼了？你要不要叫护士啊？哎呀，不用，医生不是说了吗？这疼是正常的。哎，你别去麻烦人家。你说你也是，非得受这罪。你不就担心婚礼大 PK 的时候被我爸和小王抢走风头吗？想跟阿泽站在一起，显得更般配、更年轻。哎，像我这样，就你能什么都知道一样。我是坚决支持我妈重返青春的，特别是我一想到婚礼那天我爸一脸铁青，我就替你高兴。若，妈跟你说，你从小没受过什么委屈，要是哪天日子过得不开心了，你别忍着，直接跟他离婚。哎呦，不是妈，你说你跟一个快结婚的人说这个合不合适？哦，是不合适啊。不说了。真不吃点？不吃。哎呀。喂，周顺华出事儿了。妈，怎么样？不是大夫怎么样啊？我妈怎么了？小心点儿。小导，你到底哪儿送急诊？跟你说是转院。为什么会转院啊？我们是设备不足，需要赶紧转院。你快点来人啊！怎么样？曹主任，周顺华已经转院清北了，正在抢救，我这边一直盯着呢。怎么送清北了？情况太危险了，您过来之后再说吧。行，我马上过去。您好，刚才是不是有一位病人送过来叫钟胜华的？您能帮我查一下吗？你钟胜华家属啊？哦，不是，我是他的医生。抽脂你做的？对。现在人已经肠穿孔了。啊？你赶紧联系大医院，我们这血不够，再这样下去人就没救。主任，怎么会这样？稍等啊。我是乔阳，帮我找一下黄主任。我让3院开绿色通道，你赶紧对接一下。好，行。哎，老黄，我这有个病人，现在情况非常危急，你帮我开个绿色通道好吗？我们现在到1环路北1段了，差不多拐个弯就能到了。好嘞，谢谢黄主任，谢谢。黄主任是3院的消化外科一把手，他已经在路上了，别担心。有失颤，准备出战。怎么了？就错了。受伤性1毫克，进推。不是，他没事吧？好了，心态已经恢复了。姓乔的，我告诉你，如果我妈是出事儿，我跟你同归于尽，你听见了吗？妈。
手术流程没问题，一共抽了2000毫升。术中出血了吗？没有。术后呢？术后他一直说他肚子疼。嘿，怎么没跟值班医生说清楚？我也刚听说。病人有没有慢性病啊？有。他有高血压，平时一直在吃施惠达。这样，先拍个 X 光，看看是不是肠穿孔。行，辛苦老黄。哎呦！来，马上了啊！来，背靠板啊，靠背板，站过来，站过来。哎，站过来，装什么呀？来，站过来。来，亲爱的，坚持一下啊！坚持一下，妈。坚持一下啊！啊，亲爱的，哎，坚持一会儿，坚持一会儿。老南，快点啊！坚持一下啊！坚持一下吧。来。喂。哎呦，这么晚，海若，你要干嘛呀？我妈手术出事故了，你赶紧过来。啊？没大事吧？有，很严重，现在要做手术了，你赶紧过来，在3院。哎呦，那么远啊？那我现在过去不也是干等着吗？远？你俩是夫妻，我妈都要没命了，你还嫌远？你是不是不管她死活了？海若，你不要情绪化好不好？我情绪化，我就问你现在来不来，能不能来？我来吧，跟你没关系，跟你妈妈有关系。喂，你好，我是钟顺华的医生，病人现在情况危急，急需配偶签字，你不来我就报警。主任，谢谢。对不起，主任，都怪我什么都没有问清楚，就直接转京北了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没事儿，你不也刚来了吗？谁还能不犯错呀？你回吧，啊。你怕他揍啊？我扛揍。回吧，啊，回去休息吧，去。海娜，都什么情况？不是远吗？不到20分钟就到了。我这不死赶活赶，一路闯红灯过来吗？这还不是为了你妈吗？她现在怎么样？应该没什么事吧？你问我，我哪知道？不是常规手术吗？而且找了什么名医，怎么弄这样？谁呀？刚说报警那个？钟顺华家属在吗？在。X 光结果出来了，不是细直肠穿孔，肺出血，得马上手术。但是现在病人情况不乐观，我们会尽全力抢救的。不过你们也要做好心理准备。大夫，钱多少无所谓，人最重要。老黄，帮忙啊！尽力。大夫，求求你救救我妈，她还没看到我结婚。我们会尽力的啊，你冷静一点啊！我们会尽力的，你冷静一点。求求你，别骂我！少给我装好人啊！这事儿跟你没完。大夫，我求求你了，赶快跟我签字啊！好，等着。小杨，还在试婚纱吗？你快来医院吧。我妈呢？妈，病人需要马上手术，麻烦让下，麻烦让一下。麻烦让一下，谢谢。不是，妈，我们先手术。大夫在外面。
来点豆花。你怎么来？来看看你啊。是啊，没胃口。看看。不是你不是手术时间越长胃口越好吗？你忘了齐大成那会儿了？咱们连轴转转完之后，咱们还宵夜烧烤呢。你今儿是要辟谷啊？什么？怎么了这是？你拿点日用品，钱你用得着。你后面的手术方案我都看了，你有什么要交代的，你跟我讲，我帮你安排。1号手术室钟顺华手术完成。大夫，我妈怎么样？应激性溃疡导致的胃出血已经稳定了。我能进去看看她吗？人还在昏迷，术后还要转到 ICU 进行观察。至于能不能醒过来，还要看后续的情况。好好的怎么会胃出血呢？都怪他，不让我妈吃饭，别激动啊！推迟半小时手术。手术推迟了半个小时，中间补液了吗？补了。那影响不大呀。应激性溃疡的诱因很多，按照你妈妈的这种情况，首先应该考虑麻醉应激、手术应激、精神压力过大、抑郁，这些都是有可能的。啊，你可以理解为这是人体面对外界刺激的一种正常生理反应。只不过这一次，你妈妈的反应太大了。您的意思是点背？周医生，必须全部取干净吗？我额头这一块取完了凹陷，很难看的呀。验诊的时候就跟你说过了，能取就得取干净，但你也别担心，取完之后我会用那个生物补片给你修补一下，等到半年1年之后，我彻底恢复了，你就再来找我，看到时候你要填脂肪还是玻尿酸都行。好，我相信你，多亏了你们这次的星光计划。要不是看了科普，我都不知道我打了一时没定。那也要谢谢你对我们的信任啊！我打麻药了，放轻松啊，有一点疼哦。哇！你这是彻底放飞自我了。第一台奥美定手术成功，是值得庆祝一下。一定要吃这种高热量的食物来犒赏自己啊！我真搞不懂，我以前为什么那么爱吃沙拉。星光计划确定不让葛木参与了。算了吧，非常时期，得避避嫌。哎，朝阳怎么样？那，你脸色好难看啊，没事吧？哎，乔医生，你不傻。哎，对了，到现在顺华情况算稳定吧？他现在还是很虚弱，黄主任还在观察。哦，明白。海若，吃饭呀？哎呦，没事儿，现在大夫说话都这样，
先把情况跟你说到最坏，这有何万一，他好免责吗？我跟你讲啊，去年过年陪你妈去保公司求签，签上就说今年命中有一劫，但是最后肯定会逢凶化吉，你放心了。不是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你看啊，现在这边暂时不是没什么事儿吗？我有一朋友新球场开业，就是我和你妈都很熟的那个老扎，人家以前没少帮过忙，我都提前多少天答应人家了。这你妈现在去不了，我是不是更要代表她去啊？我妈可还在 ICU 呢。是啊，所以我早去早回，到时候你就赶紧去忙你的婚礼，剩下就我来照顾，其他你就别管了。随便。哎呦，瞧瞧你这眼神，好像我不该走似的。你说我这是为了谁呀？我走了。有事给我电话，记得吃点东西啊。随时联系啊。哎，爱取消不取消，婚爱结不结，都别烦我。结婚这么大的事儿，还是慎重一点吧。有什么该处理的事儿，你该忙去，这儿有我盯着呢。真有事儿，我给你打电话。回去好好睡一觉，睡好了人才能盯住事儿。那明天早上我再过来。哇，你脸色这么难看，是不是发烧了？我看，好烫啊！我送你回去休息。走。哎，不行，你就在这蹲着。让我陪你。你突然这么关心我，是不是又有什么目的啊？你别自作多情啊，怕你进 ICU。我命硬。也是啊，我还从来没见过你这个样子，还以为你不会生病呢。我记得在读书的时候，那时候流感嘛，全班人都中招，就你一个生龙活虎，像打鸡血似的。班上有一半的人带病去考试，你一点同情心都没有，在旁边洋洋得意，还笑我们都是病秧子。我还记得那时候总成绩的分数，我们只差2分。哎，要不是那次生病啊，把我给恨的。你还记得？我比你高了2分。
你怎么了？做噩梦了？主要是这个。不烧了。想吃什么？给你买点去。我没眼瞧会了。别想了啊！赶紧回去给你爸吃饭吧，我在这看着，放心吧。叔叔，你这圈层海炒的真香啊，在我们那都是烫一下就吃了。哈哈，是吧？哎呀，好丰富啊！叔叔有空教教我。这个特简单。你怎么又来我家了？我来看看你啊，你烧退了吧？我是代表格木，你不是让庆薇让我回来吗？就我们几个人过来关心你。这春笋可真新鲜，你真会买。谢谢。快来尝尝。来，我没胃口，你们吃吧。那你坐下吃吧。没事，叔叔，我去看看他。啊。我进来了。头发没吹就这么睡，你会生病的。起来，快点坐起来。哎，坐好。干什么？捶头发。你别动。求你件事行吗？你别再摆出一副同情我的样子。我不是小孩，我是个医生，我知道我自己在面对什么。我明天就回格木上班。我知道你不是小孩，但是我也得提醒你啊，你要回格木，经过茶水间的时候，你就大声咳嗽，让他们知道你来了，他们就不会再说八卦了。少喝水，少上厕所，要不然在隔间，你就会听到他们讲你的坏话。食堂也别去了。别剥夺他们唯一的乐趣，这些都还不是最伤人的。到了预约的时间，你的医助就会告诉你，患者有事不能来。我也知道，约了别的医生了。你这真是神经大症。你还能够毒舌，表示你心态挺好的。你闻过死亡的味道吗？那是一种令人不安的油脂味儿，还夹杂着一种快要凋谢的玫瑰的香味，既腥又有点甜。佳慧走的时候我闻到过，我妈走之前我也闻到过。前天在 ICU 门口。我又闻到了，我不怕你笑我，我控制不住的全身发抖，一直在抖。按理说，死亡教育是每个医生的出场设置。在手术台上，我也经历过很多次生死一线的危机。但我很清楚的知道，那些时刻是我在救人，但这次不一样。我钟顺花
死在我的手术台上，那就是一个好端端的人被我害死。我干医生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出过事故。我一直以为是自己技术好，现在才知道，原来之前都是运气好而已。陈阳，你也知道，任何医疗的行为都是有风险的。医学对人类的探索实在太有限，就算你技术再好，你也会碰到那些病患，他的神经分布跟常人不一样，他的血管比较脆弱，甚至会碰到一些未知的应激反应啊。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一页术前通知书呢？还不是都是这些前辈的血泪史？你别怀疑自己了，你操作没问题的。操作没问题，法律没责任，心里就能坦然。操作没问题，法律没责任，心里就能坦然吗？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关注哈？格木出了一件大事，普普通通的一个抽脂手术，求美者笑着进去，躺着出来。但是呢，我要为乔阳医生仗义执言，他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医生，之前做过很多经典的手术，这些大家网上都可以搜得到。但医学就是这样，不管你再有名气，实力再强，一点点小小的疏忽也可以造成很严重的后果。这个求美者现在还在 ICU 里，我听说他女儿马上就要结婚了，我妈妈年龄也不小，我一想到他可能都……对不起啊，我一想到他可能都看不到自己女儿婚礼，我真的……所以我觉得我们是做医疗的，我们一定要防微杜渐，我们要把所有的这些隐患全部都扼杀在手术之前。这就要求我们一定要小心，小心再小心，谨慎谨慎。慢点。谢谢，不客气。这个钟海若倒是比我想象的要通情达理啊。哎呀，这朝阳都已经在那边盯了3天了，一路跟着抢救，也找了国内最好的肠胃科医生，他们都看在眼里啊。而且他妈妈现在还没脱离危险，哪有心思跟你算账啊？这回该彻底回格木了吧？格木需要你啊。我都想把自己劈成2半了。你说这星光计划才刚启动，我也不能放手。哎，还以为是个悠长假期，没想到就是个调休。回医院？对啊，现在有刚入职的医生，我得要回去看看。嗯。